大家好，我起床了。今天我们来腌咸蛋。上期不是刚腌过吗？是呀，可是我不是更新的太慢了吗？要不我们炒个咸饭？这次我们单独腌咸蛋黄，2天就能腌好。那你上次为什么不说？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既然是单独腌咸蛋黄，我们先分离蛋黄和蛋清，深呼一口气，然后收紧括约肌，蛋黄就成功吸上来了。我们来给它准备一份盐浴沙滩。这里不仅要用到盐，还要用到面粉来缓冲，不然就太咸了。把1份的盐和2份的面粉混合均匀后，再给每位蛋黄大佬掏一个宝座。这个时候放松括约肌，蛋黄就咻的一下出来了。然后我们把它们埋起来，放冰箱里躺个2天就好了。但我感觉这个方法实在太浪费盐和面粉了，为什么就没有人直接用盐水腌呢？1份的盐加上3杯的水，搅拌融化，再加入蛋黄。只不过他们大概是误会我了，得想办法让它们沉到盐水里去。我们再来搞点天然洗碗布，把它们怼下去。同样是冷藏2天，就可以来验货了。埋在粉堆里的蛋黄挖出来是一坨坨的，我们帮它把外面的面粉皮洗掉，里面就是凝固后晶莹剔透的咸蛋黄。泡在水里的咸蛋黄外面有点糊糊的，体积大一点，同样是凝固了。我们再敲一头上期腌了好几个月的咸蛋黄当课代表，对比一下速成选手们的实力，给他们喷点高度白酒提神，然后集体烤熟。所有被盐腌过的蛋黄都出油了。坐第一排的都是课代表，是上期腌了好几个月的咸鹅蛋、咸鸡蛋和咸鸭蛋，它们的表面又酥又软。切开可以看到不同的层次，3种咸蛋黄都是酥酥的，还会掉渣。相比之下，2天速成出来的咸蛋黄就比较硬，切开后没有什么层次，尝起来更扎实，不怎么酥，味道也更咸。不过用鸭蛋黄腌的会明显的比鸡蛋黄酥一点点，尤其是这头咸鸭蛋黄，切起来就更明显了，我会给它打80分。至于具体用盐水还是用干腌粉腌出来的，区别并不大，反正它们都没有腌了几个月的课代表好吃。这些快速腌制咸蛋黄的方法，终究没有一整颗鸭蛋慢慢腌制出来的好。说实话，我有点失望。而网上那种单独卖的咸蛋黄，我也买了1包试试。我一直怀疑它们就是这么快速腌制出来的。同样是喷上白酒去腥，再烤熟，切的时候很沙很沙，咸淡适中，尝起来口感很好。它们应该就是老老实实整颗蛋腌了好久的，而且价格不贵，与其自己倒腾，还不如直接去买这种半成品。我越想越二，只有傻子才会在咸蛋黄上来来回回搞那么久吧。直到前几天看到一本17年出版的书，发现早就有团队研究怎么单独腌咸蛋黄，但都不是很成功。也许一颗完美的咸蛋黄涉及到更复杂的物理化学机制，反正目前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而科学界对咸蛋变化的原理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搞清楚，只能说对这个世界我们懂个蛋。不过对于海外买不到咸蛋黄的小伙伴们，这种快速腌制蛋黄的方法用来做蟹黄豆腐和咸蛋黄焗鸡翅还是可以的。拿来做点心的话有点凑合，但它瘪瘪的形状我们倒是能够用另一个和蛋相关的冷知识抢救一下。可以先把新鲜蛋放到冷冻室里面冻个2-3天，蛋壳就冻裂了，蛋黄也被我们冻傻了，化冻了它还是个球。事实上只要温度低于零下6摄氏度，蛋黄在化冻后就会变性成固态。我们拿这些 QQ 弹弹的蛋黄球去腌，就能得到圆滚滚的咸蛋黄。而冷冻对蛋清却没有太大的影响，化冻后依旧可以做各种事情，所以平时有多余的蛋清可以密封好冷冻，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做甜点。因为最近事情太多，端午节的咸鸭蛋被我磨叽到夏天都快要过完了，以后我会更勤快的更新，不辜负大家的每一次点赞。